那有人就会说，那只差佩戴感，你说音色什么那个没有差的话，那感觉没有什么升级哦。我会说那也不是，为什么？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我们来开箱 Sony 他们在上个月25号所最新发表的 WF-1000XM5 抗噪耳塞式耳机哦。那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也特别的为了这部影片留了一个这个他们上一代的 WF-1000XM4 抗噪式耳机，就是它的前一代。好。那其实，在上个月的月底，很多的网红都已经开箱了 1000XM5 它的一些外观啊，然后它的一些小功能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的重点还是分享在于说首先这个 1000XM5 跟 1000XM4 它的一些听感差异，或者它的一些外观上的差异。那以及我这几天其实我这样使用下来，从25号一直到现在也8月初了。我大概用它都是在室内的场景，然后用它玩一些游戏，就是一些心得的分享。那还有，当然这集也同时也会有它的音色的调整哦。好，那说到1000XM5 跟这个 1000XM4 有什么样的差别？我觉得今年的这个 1000XM5 啊，坦白说它更像是我之前所讲到这个 LinkBuds 系列的这个 LS900N 的一个升级版呢，那怎么说呢？就是后面会为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首先呢，1000XM5 它的充电仓的部分，它的外观呢，比起 1000XM4 来讲比较小，因为它整个耳机本体也比较小。那差异在于说，你可以看到 1000XM5 它的充电仓的背后有 Type-C 充电孔，那它的旁边有一个这个蓝牙配对键。这个其实是 LS900 LinkBuds 系列的设计哦。好，那如果我们同样看到 1000XM4 的背面呢，你就会看到它就只有一个Type-C 的充电孔。好，那当然就是1000XM5 它比较小嘛，所以它同时它的重量也比较轻，它是39克。那 1000XM4 我记得它就来到40几克的重量。接着呢，我再讲一下它的外壳的差异哦。其实它外壳差异就是打开的部分在做工。像 1000XM5 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滑顺。那但是在 1000XM4 上面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上盖会有一点左右晃动，就是如果你点它一下，会有一点晃动。就这点来讲，我觉得就会让有一些人他买东西的时候，他是很那种完美主义的，他就觉得这个有点晃动，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是有问题或坏掉这样，但其实不是。那这个点在 1000XM5 上面就被完美的改良。那就在指示灯的方面呢，1000XM4 它这边灯比较大，那 1000XM5 灯比较小，但我觉得这应该还好，倒是不影响使用。好，接着讲完充电仓，我们来讲到耳机的本体哦，这也非常重要，我把这个充电仓往上移一点，要把耳机拿出来。那1000XM4 跟 1000XM5 最大的差异，第一个在于说体积。简单来说 1000XM4 它的前一代，我觉得它佩戴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整个耳朵的结构啊，就是在这个部分它做的太大了。那它做的太大的时候，其实你佩戴的时候是很卡耳朵的。那 1000XM5 基本上，我觉得它跟 LS900N 是比较相似的结构，戴起来非常的舒服。那重量方面呢，1000XM5 也比较轻，我记得它轻了快2克。那可能有人觉得这2克没有什么重要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它在整个因为你看 1000XM4 它做的比较大颗，那又比较重，所以其实你耳朵在假设我现在手指捏的地方就是耳朵，你在晃动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力臂是更大的，你又重，然后力臂又比较长。这样弄起来比较大，所以你在佩戴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晃动感会比较剧烈，加上它这个又耳塞做的很大，所以你会觉得异物感又很强。但如果是 1000XM5 的话，它做的比较轻，那同时呢，我觉得它的重心分布也比较靠近它的就是耳塞的地方，所以它同时它这样晃动起来啊，你会觉得它整个佩戴感就是没有那么有异物感，然后佩戴起来比较自然了。
好，那这个讲完重量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影响它整个佩戴感在于说它的材质。像1000 SM4 的话，我们看到镜头，它的全部都是采用一种像是雾面的一种磨砂的手感。但是如果是1000 XM5 的话，它今年只有触控面是采用这个材质，但它其他的是采用这种光滑的一种漆面。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副作用呢？我觉得有，就是在于说，假设你今天你要清洁它，1000 XM5 你要清洁的时候，像我们看到在1000 XM4 的清洁官网指示上面，它写说你只要用清水，然后你不要用任何的一种清洁剂，不要用酒精，那会影响这个耳塞的一个材质结构。但是如果你到1000 XM5 上面，你这个漆面的地方，你不用一些酒精啊，你不用一些那种碱性的液体去擦，它就很容易，因为你耳朵有时候会出油嘛，你不可能每次都洗好澡，然后都带着它，然后运动带着它也会出油，那你就很难清。所以这一点就是比较要注意的这样。那同时耳塞的部分呢，1000 XM5 觉得它耳塞的部分这个尖端也有做的比较小，但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它在它的盒子里面有附上了就是各种尺寸的耳塞，你当然可以去做更换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就讲完了。那当然充电仓的内部啊的这个摸起来的触感有点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不是很 critical 的事情。好，所以佩戴感的部分就讲完了这样子。那我觉得今年的1000 XM5 跟1000 XM4 最大的主要差异都还不是那些音色什么的，就是在差异在佩戴感的部分真的差得很大。那有人就会说，那只差佩戴感，你说音色什么那个没有差的话，那感觉没有什么升级哦。我会说那也不是，为什么？最重要的几点是什么？第一点就是佩戴感嘛。那你佩戴跟人戴着不舒服，你不要说买这个耳机了，你根本连理都不会想理它。那第二个才是什么续航，然后接着才是什么音色这样子。好，那接着我们讲到了这个佩戴感之后，讲完我们来讲续航。因为接下来主角就是都在讲1000 XM5。好，那讲到这个1000 XM4 1000 XM5 的续航呢，把它放过来。其实官网写说，它这个首先它的使用时间可以到充饱电可以到6到8个小时。那以我使用来讲，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用6个小时是没有什么问题。像我自己还会开等化器，我还开 DS11 这样子。那当然详细的测试数据，我们的剪辑的同事他们会再测一轮，然后把这个所有他们测完的一个图表放在目前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上。就是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剪辑的同事他们在剪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你除了我讲的之外，你也要去自己下去测试一轮，那并且把测试数据给大家看，这样才有一个实践的精神哦。好，那它的使用时间，基本上5-6个小时，就代表着说，它跟它的中间的 Link Bus 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因为你有些活动 Link Bus 可能2-3个小时没电，那你有些活动，假如我晚上回家玩游戏，可能玩一个5-6个小时、4-5个小时。那你玩游戏玩到一半，你有耳机没电，这就非常的扫兴嘛。或者是你出去运动，我觉得你出去运动啊，假如说跑步或什么的有时候你真的弄比较久，那你突然没电，这种东西就很烦。所以续航，我觉得它续航就是说，如果你的需求是2个小时，那可能也需要续航3个小时、4个小时以上就算过关。但如果你的需求是2个半小时、3个小时，那你就特别要挑一下。因为它如果刚好卡到你的时间点，就会比较惨这样子。那充电时间呢？基本上我实验是1分钟，大概会充这2只耳机的，就充1%这样子。就是你放在充电仓1分钟充1%，所以官网说要1个小时半充饱嘛，我测试也差不多要100分钟去充饱，就是1个小时有40分钟。那充电仓它本身呢，充一次大概会耗，也是跟之前测试差不多，就是大概耗35%的一个电量，所以你大概充电仓可以充个3次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充电仓的充满呢，我自己是放了1个小时多，我没有特别去算，但是也放了1个小时多，它就充满了这样子。所以
整个其实我的以续航的体验来讲，我觉得它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需要担心或者是麻烦的一个感觉哦。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讲到它的一个其实跟前代的差异，我们刚刚讲说佩戴感之外，然后当然官方有讲说它的单体，其实你不要看说1000XM4 比较大颗，其实在1000XM5 的单体用的还比较大，它用了 8.4mm 的单体，那它这个用的是 6mm 的单体，但是呢，实际上的听感呢，我觉得1000XM4 它的整个低音的还有那种吉他的拨弦声的厚实度是比 1000XM5 来的好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1000XM4 真的做的太大了，所以就是1000XM5 它用了比较大的单体，但是它整个这个算是共鸣腔缩小了，它的整体的音色我听起来，当然它不像 1000XM4 那么有那种低音的亮感、包覆感，然后吉他拨弦声也没有那么的厚实，但我觉得它整体的人声的清晰度以及它低频的低沉的程度，然后加上你用 EQ 的等化器去调整之后，我觉得其实跟XM4 的听感是没有到一个很大的差异的。那再加上说它的单体用了又更大颗了嘛，它单体用大颗，然后低频呢表现的下潜也很优异，这代表一件个事情哦。因为抗噪耳机的它的原理是说，它用这个麦克风去拾取外界的声音，然后外界的噪音拾取了之后，它内部去发出一个算是一样的波形去抵消这个外界的噪音。所以你看它体积变小，那它把它的单体做得更强，它其实它的降噪能力是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加上他说它的整个降噪的处理器用得更好了。但是实际上我的体验，我觉得以1000XM4 来讲就已经很够我做室内的使用，因为我室内使用基本上办公室使用或在家玩游戏，那大概就是空调的噪音，那人的讲话声这样。我觉得基本上 1000XM4、1000XM5 我在使用上降噪我是体验不出来太大差异的。但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你可能会通勤啊，你会就是出去可能也许你什么跑步啊、骑车会使用这样，但我个人我不喜欢在户外就是戴着降噪耳机，就是我比较喜欢，就算我通勤好了，我也不喜欢戴着耳机，我喜欢知道周遭的环境的一个状况，这对我来讲我比较有安全感这样。那我也不建议大家，如果你骑车甚至开车戴着降噪耳机，就是还是要对周遭人的安全去负责这样。所以在降噪表现的部分，基本上我觉得跟 XM4 的差异，我是觉得都差不多啦。其实都已经算效能很过剩了这样。甚至我以前我在戴 XM4 或者现在在戴 XM5， 我在办公室我去洗手的时候，其实我是那画面很奇怪，你会看到水在流，但好像没有声音，就好像你看 YouTube 的声音被静音了一样，那种体验是真的蛮令人奇特的。而且重点是Sony 他们家的降噪，从 XM4 到 XM5， 其实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耳哑感，就是它的降噪是非常的自然的，就像你戴，就是你反正你感觉不出来它是有特别一个降噪的一个耳机的压力。好，那讲完了降噪，我们讲完了音色的差异，我觉得接着就来讲一些它比较今年有新增的一些有趣的功能啊。那首先我那个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是在于说它有一个这个就点头摇头接通电话的功能哦。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一般人应该比较少会用到啦，但是你什么时候会用到？我想到场景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被绑架了，可能你会用到这个功能，因为加上它有很长的续航，所以假设你晚上出门然后被绑匪绑走了，你大概过3-4个小时，你家人在找你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就算你手被绑住，你还是可以点头接个电话这样子。好，那其他还有什么功能呢？它今年的话，它还有新增一个叫 Sennheiser Reality Audio 的一个环绕音效的功能。它还有主打说它可以跟 Bravia XR 电视，还有他们有出一个颈挂式耳机 NS7 的发射器去做合作，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1000XM5 连到那个 NS7 的发射器，然后搭配你有 XR 晶片的电视去体验一个环绕的效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Sony 他们在未来想要逐渐去做努力的，他们想要打造一个 Sony 的一个环绕音效的
体验的生活圈哦，就包含他现在也一直在推他那个360 Reality Audio 的音效的格式，我就觉得他们就一直有想法的。好，那这东西效果怎么样？我觉得之后应该在那个 NS7 的颈挂式的发射器，也要跟他一些 Sony 的蓝牙耳机去做一个开箱以及分享。那这一集我觉得主角还是这个 1000XM5。好，那就讲那么多呢，我们来讲一下 1000XM5 的。刚刚讲说它多了一些什么功能嘛，其实我觉得大概差异也就这样了。那我们今天都来讲一下它最重要的音色的调整。我觉得今年的 1000XM5 它算是不好调整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耳机都拿到旁边，然后开启它的 App， 就可以放在右边了。这样。那如果讲到说 1000XM5 的 App， 首先我有几个设定我是会开的哦。那当然不用讲常规的 DS11 升频的功能，这我一定会开，因为当然有人都说你都听 CD 音质的档案嘛，但你有时候难免会看 YouTube 啊，看一些那种听 Spotify 啊，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懒，就是我就一定会使用。那接着是 Speak to Chat 功能，就是今天如果你讲话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切到那个通透模式，这个我也会打开，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室内使用，或者是你在家里面使用，你难免有时候会跟同事、跟你的家人讲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必要的。那接着呢，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这其实在 XM4 上面就有了，就是你在 Sony 它的界面 App 的界面，你会看到中间有个活动，点进去之后有一个安全聆听。那安全聆听进去之后，它就会显示说你目前耳机播放的一个分贝。那以及呢，你在用，因为像以前呢，其实我10几年前，我们那时候听耳机要隔绝外界噪音怎么做？第一个是耳塞塞大一点，塞紧一点。那第二个就把音量开很大。但你把音量开很大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听久了，你的听力会受损。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哦。所以呢，这个 Sony 他们在安全聆听的这选项上面呢，它有讲说一些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所推荐的一些。也不是说推荐，就是说他给的一些指标值。那如果你一周内听的时间、听的音量太夸张了，他就会做提醒你这样子。那以及他会跟你讲说，因为有降噪功能嘛，所以相对来讲你不需要说把音量开到太大，因为你不会被外界的噪音干扰，所以它会显示说你目前因为这个降噪功能呢，你的音量就是应该说。你的原本你可能要开很大声，那你现在你开很小声，那这个值有多少它也都会显示。那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对于我们的一个听力保健来讲，我觉得很重要，尤其对我们这种就是很在乎听力的人。好，那今年呢还要讲一下它的一个新的功能，在于说，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选项都已经选完了嘛。今年的 1000XM5 你在等化器的设定上面，它有一个叫找到您的等化器这个选项。那这个选项其实你一选之后，它就会跳出我记得是5个选项吧。然后这5个选项是5种音色，然后你再选1、2、3、4、5，随便选，假如选1好了，它就会跳出假如说6、7、8、9、10，就第2层的5种选项。然后总共有4层吧，所以你这样算起来就是5的这样怎么讲？5的4阶嘛，有点忘记排列组合怎么讲。但简单讲就是，你有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假设你不是很会调等化器，你可以借由这个去找到你喜欢的声音。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美好，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实际上有一个，就是 Sony 他们做这个事情有一点点那么的不完美。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在做这种音色的寻找的时候，我觉得他都只是就有点他随机调一个参数，然后让你去感觉这东西好不好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 Sony 他们可以做得更直接一点，就是你看 Sony 旗下有那么多录音师，有那么多艺人，他们可以去请那种大师直接调5种他们觉得不同风格的一个音色，那消费者再根据这5种的音色，他接着再去做各种细部的调整，那可能也是大师都可以先做好调整的方向，这样一般人选起来会比较真的是有感觉，因为它的那个选项我都觉得都就是有点像你在等化器，你随便乱拉一个，然后你再随机再拉下一个这样子，就是它彼此的那种关联性或风格就
也是要吐槽一下，因为 Sony 有时候它的预设的音色有一些预设的模式，我是觉得就做的都很像没有花什么心思弄的这样子。好，那没关系，后面我们会教大家怎么调等化器，所以这个就也不是说很 critical 的事情。接着我们进到 Sony 它今年的一个等化器的设定哦。首先呢，我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个复杂的方式，然后我们再讲一个简单的方式。复杂的方式的话，我会用2首歌来试，那一样就是陈华的他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坏》，那第二首歌叫做想陪你看5月的晚霞。那为什么挑这2首歌呢？因为《坏》的话，它比较有节奏的一个那种算是比较高频的敲击声嘛。那5月的晚霞的话，就是有低音，然后比较干净的人声。那今年的 Sony XM， 我觉得它比较难调的地方在于说，它在它的 2.5K 的部分。好，那在讲这个调整之前，我会先分组。今年的话，这个 XM5 EQ 的调整，我觉得它算是一个2+3+1的概念。首先 2.5K 跟 6.3K 会是绑定的一组，那会负责你的人声的整个算是干净的程度嘛，对，然后跟乐器的比例。那接着 16K、1K 跟400赫兹这部分就是在加强你人声在整个音乐里面的比例。那最后的 Clear Bass 在最底下，这个就是加强节奏跟低音。所以1000 XM5 今年我听的话，其实我 2.5K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像是正0或者是你把它拉到正1、正2的时候，它在那个女生的人声有一些比较高亢的声音，然后持续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听到比较算是毛边嘛，还是 BC 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会习惯把它拉到-4。那你 2.5K 拉-4会衍生一个问题，就代表说你的人声在音乐的比例里面太后退了，或者太不明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把乐器的一些比例减少，所以这边我会再去把 6.3K 开到-1，让它整个节奏啊，或是那种乐器的吉他拨弦会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好，那接着呢，因为你的人声减少，但是实际上我们听音乐是喜欢比较人声突出的嘛，所以我记得在 1K 跟 16K 的部分，我去着重加强整个人声的锐利度。那像 16K 我是会开到正5，那 1K 的部分我会开到正6。基本上我觉得这边你 1K 跟 16K 你去做一个相同数值的加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人声经过这样调整之后，它变突出了，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所谓的厚度。那我们想加强人声的厚度的话，这边我在400赫兹的部分我会去做一个加强，那会加到正4。那最后在 Clear Bass 就是低音节奏的部分，我就觉得 Sony 以往的调音都给的太肥厚了，所以我这边就会调到-2。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调整的逻辑。那这个音色我觉得听起来它整体上来讲，你在听一些假如说女生的人声，你会听到比较干净的声音，然后同时跟乐器可能会稍微分得比较开。像我都会拿那个凯利克拉克森的 I Don't Think About You 就是去测试，它里面就会像它都有一些很算是铁肺级的唱腔，那就你可以测试一下那种高音的时候人声会不会太有毛边，或者是说会觉得很毛躁，或者觉得很尖锐这样子。那如果觉得说这样的调整太麻烦，其实今年我有一个算是更推荐的懒人的方式，就是在 Sony 的自定音效里面，它有一个叫演说的预设音色。我觉得演说的这个预设音色呢，非常适合的来，基本上演说的这个预设音色，我觉得它的基本的体质就算蛮符合一般大众的口味啦。只是说它这个调整，你会看到它在 16K 的部分，它把整个砍掉，跟 Clear Bass 的部分整个砍掉。所以你用演说这个音色调整非常简单，你把 16K 的部分往上拉到一个你觉得人声算舒服的感觉，接着你把 Clear Bass 开到节奏的部分，开到一个你觉得低音就是很饱满啊，或者你觉得舒服的，这样就可以了。就如果你觉得前面我讲的那些太复杂要反复聆听的话，你去调整这部分就可以了。好，那其实这就是今年的这个1000 XM5 它的一个音色的调整啊。其实每一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之前的 Link Bus LS900N、L900
然后或者是 WH1000XM5 都有分享。其实整个调整的逻辑，大家有看的话，应该是调整起来是会蛮简单的。那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只是说大家在调整的时候，一开始有个逻辑，有个方向，它会比较好去做调整。好，所以其实讲了那么多，那我还没有讲说，有些人就讲说，它支援那种什么蓝牙规格啊，或者它玩游戏会不会延迟啊？先讲蓝牙规格，基本上这种旗舰的 Sony 的耳塞啊，它支援这个 LDAC， 然后支援这个 LC3， 然后 AAC、SBC， 这已经是算是司空见惯，就是必考题一定会有的。那延迟的部分，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买这种耳塞式耳机，它可不可以拿来玩游戏或者拿来兼用什么的？那其实我自己 Apex 现在也玩了1000个小时吧，然后我的积分，虽然说玩到大师，但不敢说玩得很好，但我相信在那么多拍影片评测的人里面，我的游戏实际的去测试的时间应该不算是少的啦。那我直接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像这种蓝牙的耳机啊，它拿来玩游戏的话，可不可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职业选手，那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讲过，玩游戏最重要的是画面，就你枪瞄不瞄到人，你的滑鼠的反应很重要，你的画面的更新率很重要。但是声音，我觉得它并不是站在你游戏里面技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它会增加你的一个体验的快感。但是跟成绩，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娱乐的玩家，这的确比重没有占那么高。当然，用1000XM5玩游戏，我觉得它本身的音色或什么的没有分得像耳罩那么开啦。就如果你真的是很常玩游戏的人，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 Sony 他们银众系列有出这个电竞耳机，那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个这个电竞耳罩回去玩啊。当然，如果你是预算有限的人，其实1000XM5拿来做很泛用的事情，然后拿来看 Netflix， 拿来玩游戏，拿来听音乐，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用的。那另外提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测试下来，有些人说我用 iPhone 的话，它只支援这个 AAC 的编码，它听起来会不会差很多？我必须老实讲，我用那个三星的手机 Android 的跟用 iPhone 11测试来讲，你用 Android 手机听的确声音会比较清晰，然后整个音色也会我觉得比较好。然后用 iPhone 的话，的确它声音会比较糊一些，但是我觉得也许你用 EQ 调整完，你听听看，就是音色是不是你喜欢的？因为以目前的这种降噪耳机来讲，我觉得 Sony 做的以1000XM5来讲，佩戴感、价格、音色，我觉得都算不错的。那就是就算你用 iPhone 也是值得试一下的。好，那这次的1000XM5的开箱其实就到这边，然后之后应该会找一个时间做一个 Sony 整个年度耳机的一个测试的，算是大总结啦，或选购指南，大家到时候可以再看这样。哦，对，然后另外还有在吐槽一点，就是说 Sony 它这个1000XM5，它讲说它是有这个 IP4 防水，但是它讲了很多的限制，就是例如说这个充电仓不防水啊，然后这个耳机的这个螺管不防水啊，什么不防水，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种也不是说小钱嘛，那就要好好爱护它。然后我记得就是大家常常看到那种网红拍片都会讲说，推不推荐你买1000XM5？然后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啊，你非常适合买1000XM5啊，然后你不管是你是有用入门的那个 LinkBuds， 还是你有1000XM4啊，你都可以再买一支1000XM5。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网红拍片基本上他们一定要讲这句话，他不能讲说我觉得你是什么人，你不适合买这个1000XM5，他不能讲这种话，要不然影片那个 Sony 是有付钱的，他们那个是不会过关的。我的话，我会怎么推荐？基本上你是用1000XM4的人啊，代表你的耳朵就很能忍受这种大的耳机了。那我觉得坦白讲，没有必要去升级1000XM5。但是如果是你戴的都很不舒服，然后就忍了很久了，那就可以买。因为我真的有遇到客人说他就是戴了这个1000XM4忍了2年很不舒服。但我觉得你那么会忍，那
你那么有毅力，所以你在工作上的专注度或什么的，我相信你的薪资或者是成就都是蛮不凡的啦。那你这种那么厉害的人，坦白讲，1000XM5对你来讲是价格也是小菜一碟这样子。那另外，如果你是用 LinkBus LS900N 的人，我推不推荐升级这个1000XM5？我觉得主要就是看续航，因为假设你的使用时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出去慢跑2个小时，其实不管是1000XM5还是说 LS900N 续航都够用。那如果你是假如说你下班玩游戏，你就是玩4个小时、5个小时，那 LS900N 它就会电量不够嘛。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定要买1000XM5了。那你说至于为了音色有没有必要升级？我觉得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然后有一个 EQ 的调整哦 ，LS900N 调整完，然后你跟这个 XM5 比看。那如果觉得音色上值得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主观的感受了。这样，好了，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那大家有任何想看的、想听的、想讨论，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我是 Alan， 希望我们下次很快就再见。这样，下次再见，拜拜。